好，那现在就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陈信尧如来同道，谢谢。可以吗？对，好，感恩本尊，感谢法身，各位新组的同道，大家午安。谢谢我们万历副主任的邀请，还有马一荣副会长的盛情邀约，说刚好说什么呢？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可以来介绍照片。我记得那个时候是黄万历副主任打电话给我，那刚好很巧，刚好这礼拜就在北部。那这些照片也不是大家没看过，这个照片刚好是从意识流这一片 DVD， 然后一直到现在的这个一空满院。那这一个照片，这些照片啊，在 DVD 里面有出现过，可是有很多同道可能即使是本尊有注解，那可能要看得懂，还是需要帮忙讲解，因为我自己也是本尊讲解我才听得懂。那刚好有这个机会，刚好万历主任不嫌弃来邀请我们来介绍照片，我们就当做把它复习再看一次。好啊，那就开始。这张照片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在小本的里面，这张当时叫做眉心如意珠，但是因为在意识流这一场，本尊没有用眉心如意珠这个词，本尊用的是意识流的珠，所以这个意识流的珠是指说，意识流啊，这里有写说，回归是停在这里。那为什么会叫做意识流的珠？所谓的意识流是我们的意识，然后跟法性达到连结，所以这颗珠啊，是意识跟法性的结晶体，所以形成意识流的珠。所以为什么它都是半透明？本尊有特别解释哦，就是半透明的意思，就是因为它含有意识，然后另外一半是法性，所以当意识跟法性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属于半透明状况。如果说今天完全都没有杂染、没有烦恼、没有我们的五官意识的时候，这颗珠就像书里面注解一样，好像水的清澈一样，它就是全透明的。所以大家在看意识流的时候，都有注意到一句话，本尊都有讲到说，那个珠是半透明的，就是因为它有含有我们的意识，然后还有法性啊，这两个凑在一起，所以变成半透明，它就是这个结晶体。然后这个珠发出去，连接到法身，形成所谓的生命线，就是这样来的。所以这颗珠蛮重要的。那在眉间有讲透明光作为法性有意识的，形成意识流，它的结晶体就是这一颗珠。好啊，那还有旁边有本尊的7颗珠。好，下一张。那这张照片我要特别讲一下，因为这个珠啊放出去之后，它可大可小。那当时放这张照片，我刚好李云同道也在，刚好在台北在跟各位介绍说啊，就是珠很大的时候会像这么大。然后大家不知道说这张照片里面有那一颗珠啊，那我画给大家看，就这一颗。有人现在才知道的嘛，对吧？我看大家台下点头如捣蒜，看得出来吗？这一颗珠哦，半透明的这颗，天冠光归天冠光哦。阿财叔叔看得到吗？这天冠光是上面这一段都是天冠光，对啊，这一颗是珠。那所以当时在注解的时候，就是写到意识流的光回归的时候，或者是它会你回归或放出去的时候，它可以由大而小，也可以由小变大，然后形成这个大珠。我不要挡到荧幕，就是这一颗大的这个意识流的珠啊。松原老师有看到吗？有，对啊，所以在表达这个意识流的珠的时候，它形成一系列的照片。那整个意识流的珠这样出去之后，它含有我们的法性跟意识，所以它可以直接去接通。未来如果像本尊说的说要接到大日、接到法身，都还是要靠这颗意识流的珠，然后它去串通。那它可大可小，法无定法，相无定相。所以这张照片的主题是这一颗珠。后来发现没有介绍，大家知道的人不多，一直以为说这一张就是天冠光啊，实际上这一张是表达这一颗珠，这颗珠很大。好，下一张。那在密中啊，把它称之为明点。就刚开始出显的时候啊，显示为明点。我记得这张照片以前本尊也有注解成春点啊，什么滚打力明点啊，我记得有给了不同的名字，但是这些名字在不同的时期
可能本尊配合我们的认知，配合我们的程度，所以就给了这名字。但是明点算是密宗名称，然后启动之后又形成意识流，就本尊在讲真的动起来就形成意识流。所以法无定法，相无定相的原因是在表达什么？就是说本尊一开始在讲说这个猪从眉心放出去，也可以从眉心收回来，但是这一张照片也可以表达说我从眉心放出去，额头收回来，或者是从额头放出去，额头收回来，就是它没有固定项。这一张主要是在讲说，放出去跟回来的时候，它没有说一定100%一定要在这个部位，所以这也可以从头顶或其他的部位发出或回归，都是合理的啦。在法的展现范围，它就是法无定法，相无定相，就是这样子。好，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好，下一张。那这个也是。这个意识流的猪，大家看得到吧？在漩涡光的中间。那漩涡光的中间又表达意识流的猪有另外一种意义，就是我们的意识流的这颗猪啊，它含有我们的意识跟法性的作用，所以它可以像在大道之行里面本尊带动庄太太，都说可以看那个桌子底下啊，什么都可以看得到，也可以像意识流那一片。本尊带动那几个人说，那几个外国的学者们可以看到伯利恒东方之星，看到夜睹明星释迦佛的那一段时期那个时空。但是如果要看到不同的时间空间，这时候就需要漩涡光，因为漩涡光它表达的就是穿梭在不同的宇宙。那宇宙就是时空的意思，所以表达穿梭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假设你的意识流，你要觉得说我真的要到那个地方，就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漩涡光出现，就是除了要有意识流的猪，你的意识含在里面，然后再来配合漩涡光，才可以到达不同的时空，而且会是真实的存在。这就在这里啊！如果没有漩涡光，大部分就是意识流的猪就可以在现场。可以绕啊，或者是看茶壶，什么都有可能。可是实际上，如果说真的要穿越不同的时空，看古今中外，就需要有漩涡光，就这样。这张很经典，好，可以看下一张，一样，因为这张更明显。这颗猪刚好在漩涡光的中间，应该没有挡到镜头，不好意思。好 ，OK， 好，同一系列这个看哦。然后本尊有说。每次在帮同道召见往生的亲人的时候，都需要漩涡光。那为什么需要漩涡光？刚刚有提到，因为漩涡光所表达的就是它可以穿越不同的时间空间。那我们以我的理解啦，假设我们的亲人往生了，好，说他是游魂好了，那这个游魂其实跟我们是存在于不同的次元，它是跟我们是不同的时空。那你需要找得到它，第一个。必须要有漩涡光，就是本尊说的，你在不同时间空间才能找得到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一次我有跟同道在分享说，很多同道在见本尊的时候，他们有说，比如说北部的同道早上出发，今天要去见本尊，然后就会在家里的神主牌位说，你们记得跟我走，跟我去高雄的饭店见了本尊之后，一起摄受光，然后把他们带过去。就跟本尊报告说，我今天带了我家里很多个往生的祖先过来，可是实际上你带不过去，因为你不是像本尊讲的不是看猛就是不是把它带过去，是需要漩涡光，借由不同的时空，而且是透过那一个人的意识，就这个人的本体知道我认识这些人，我跟这些人有一定的熟悉程度，漩涡光帮你找出来，所以不是说我真的把他们带过去，有时候那是事变。就是所以说，要有这个漩涡光，而且本尊有说它是越外围越接近人部嘛，还是天部？对说错了，修正，越外围的啊，如果是在召见天部的，就会越外围，漩涡光的外层就比较接近天部，越内心越核心是越接近人部这样子，对，内层就接近人部，所以这个漩涡光的功能，本尊。这么多年来，一层一层慢慢解释我们都先听起来，把它摄受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可以破除我们很多迷思。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今天讲说我们看到什么，本尊都比较倾向于先回答说，你有可能是事变的成分居多的原因，是因为你唯有漩涡光才有办法从不同时空调来魂因为魂跟你一定不同次元，不同次元就是不同时空的意思。那你
很难说靠你的想法就把它带到说高雄的饭店，好跟我一起坐高铁，我把我家里的谁谁谁都带来。那个在本尊的观念里面，你必须要有漩涡光，而且是瞬间就到，不是这样带过来的。好，下一张。哇，这张非常重要。本尊在介绍这一章的时候，就是说要成为大道合一者。那合一的时候会产生什么状况？第一个就是除了说你跟光体都相应合一以外，然后再来就是龙啊，这两只龙等一下会特别介绍。这两只龙，一个往左，一个往右。这两只龙还有本尊穿的这个格子的西装外套，这个龙会这种天部的荣耀都跑来。还有底下这一圈啊，这个一字光轮，本尊讲的合一有一种表达，有一种是有一张照片。现场没有，可是我印象中有一张照片，大家应该看过，就是本尊，然后上面写一个天字，然后本尊这里有一个佛像，一个神仙像，那个有一个天字，就是表达天人合一。那或者是大家对照片一定有印象，天人合一显像实证，然后写本尊的名字嘛。所以在天人合一，如果真的达到天人合一，那其实就是一个很高很高的水准的。所以有很多人同道会说那我是不是因为没有三位一体，只有天人合一，所以才怎样？那其实都是人的认知问题。真正有天人合一的话，天部会打金字跟你恭喜你有天人合一了。有时候是打一个天，有时候是表达一个一字像哈。对，就是这个一字光轮，这里就有新竹这里都有挂。那本尊说这个一很早以前就出来了，但是本尊不知道意思。那但是其实一就是表达你已经达到合一了。这个天部这个一等于是在告诉这一个人，这个当事人说你已经达到跟这个到达一体，所以天部再给你一个实证，甚至打一行字说天人合一境界实证。所以有天人合一境界的是已经要那个程度就会有。那本尊很客气说现在大部分的同道法身实体都已经有天人合一的那个，可是真正体会到天人合一的这种完整性，可能大家还要多体会吧，才可以像本尊那个照片里面字都打出来，有一个天啊，又或者是出现这个一字光轮。本尊特别有强调，这个一字轮一定会自己出现。那有了这个所知量，我们也把它听进去，哪一天看到就会知道说原来这是表达内心的境界，自己的实证，也不是要给别人看，就是自己实证。好。那这一章就在讲了7颗珠，然后还有这个眉顶的这个放光出去，还有这个天冠光。那这张照片一样都是表达合一。那7颗珠本尊有说要分身很多个，你必须要分身千百亿，必须要有7颗珠。那要把7颗珠发出去的动力要有法轮背光。那听起来好像很多理论，但是我们就把它领受一切缘起，就是有7颗珠，这个都是天部的法宝，然后甚至还有天冠光，然后本尊的这个头顶还有这个放出光芒。那这个都是在表达说，当时这是本尊本人的境界，本尊他自己就可以达到这样子。所以这些照片再让我们增加我们的所知量，我们要要达到天人合一，基本上这样的程度就是叫有天人合一。而且天人合一并不像有些同道会误会说天人合一的境界可能真的还落差很远，实际上不是，必须要三位一体基本的条件一定要先天人合一之后，然后再大日决定能不能三位一体。我在以目前的理解是这样未来以本尊讲的为主，大概都是这样子。好，下一张看一下。好，刚刚大家有印象吗？那个墙壁旁边不是有2只龙吗？那你看这只龙，本尊特别喜欢，所以眼睛很大，对吧？这个眼睛很大，然后这里还有本尊的分身，然后分身也是穿格子状的西装。通常本尊当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分出来的分身就会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所以这个龙的眼睛然后很大。好，先给各位看，它会继续，还有好几张。再来。这张就是龙身云，大家先看得出这是龙头嘛，看起来像龙头的侧面，可是又好像正面，然后它的脚长这样子的，
然后回归过来。当时是本尊有交代说，一定要先特写这里，然后再把它局部放大。所以在制作影片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罗有健同道，他算是摸索了很久啊，算是把这个技巧给练习出来，就是先看得到那个龙，他跳到下一个，不好意思，先看上一张，对啊，就是表达说本尊的分身，然后还是有龙，但天部的这些法界的这些那叫怎么讲神兽啊，或者是法界的这些动物，都是光画出来的。本尊都讲说，这个都是表达天部的荣耀，而且这个都是光直接画成龙的样子。你说它像龙，它又有点不像，但是是龙也是龙，说不是龙也不是龙，它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展现。好，可以看下一个。看这个时候去回想，刚刚有张照片，不是墙两边都有各有一条龙嘛？一只朝这边的，一只朝那边的。就刚刚我说的穿格子状西装的那个龙，你看就像这样子。那一只红色的，本尊说同一只啊，同一只龙，然后同一个分身啊，就是格子状。当本尊显到合一的时候，它分身出去，那个龙带本尊遨游下来之后，再回归到那一个场合，所以那两只龙都在。啊，穿格子状的西装，就是这个，这是已经是另外一张，一起看没关系，不用停没关系。这就是 DVD 里面都有，大家可以再去看。这两只龙不一样啊，就是那个刚刚不是有张照片，两边都有龙，那本尊这里放光，然后底下一个一字光轮，一样格子状的西装，然后这两只龙带本尊的分身绕一圈之后再回到那个地方，我不知道那是谁家，这以前信众的一个家，哈，就这样，所以那一张照片。就有两只龙，然后后面有一字光纹，然后本尊的天光光这样子。好，下一张。接下来就表达七颗珠。本尊当时在选七颗珠的照片的时候，特别喜欢这一张，说用这张来表达七颗珠是很，怎么讲，会让大家觉得耳目一新，因为这个七颗珠的上面这个就特别大颗，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金刚座。中间有一颗这个这样好像宝珠一样，这个颜色啊非常的透亮，非常的晶莹剔透，所以本尊说这个啊，真的要给同道去摄受，你真的要有这个七颗珠，然后能够乘坐在金刚座去享受这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这种怎么说这种快感，这种成就，所以本尊。特别有讲放七颗珠的时候是用这一张照片来代表七颗珠，而不是之前我们比较熟悉的那几张。这张是本尊特别交代要放的。好，还有这张其实后面应该是有长城，对不对？这里有长城，然后这七颗珠，好像本尊说，如果这张照片再晚个1秒，或者是再晚个2秒，再按快门的时候，这颗珠真的会凝聚成。实体，而且就像篮球那么大。反正不是常常讲说像篮球那么大这种实体的珠，然后在这里就是表达出来，然后摸都有质感。它七颗珠的颜色变化无方，都可以产生功能，就在这个室内都可以产生，就会产生变化。其实它本身有把那个景都移进来，那这个景是长城，那还有天光光。那以前本尊有讲天光光出现。就是大型的场景或者是天神之类的，要移进来就要靠天光光。好，下一张，看一下，这个还是七颗珠的主题。本尊说要有分身很多个，分身千百亿，一定要有七颗珠。所以这里有七颗珠，然后很多本尊的分身。那本尊的分身一定就是他当场穿的衣服，就像这样子。所以这张照片表达的还是七颗珠，虽然。我数一数，我不知道七颗珠怎样算数到第7颗，但是可以看到有分身的。好，连续动作，这2张不一样，一样同一个场合，珠的位置、分身的排列都不同，然后产生变化。好，这还有一个分身。好，再下一张。这张照片一样表达分身千百亿。这张就是我们那个小本书里面分化无限的那一张照片。可是这张照片在表达什么？表达法轮背光，就是法轮背光是把7颗珠推出去的动力。那所以
当中间的分身就是本尊的实体分身，中间那个最实体，大家一定一眼就看得出来，中间那个感觉就是活生生的感觉，那一个有血有肉、有生命力。那分出来的，就像本尊说的，好像复制贴上 ，copy 这样复制贴上出来的。但是主要是它要有一个法轮背光，要能够到肩膀这个肩线的这个大光啊，把7颗珠放出来，然后分身才可以多。只是这一张的7颗珠并没有在照片里面呈现，但本尊说这一张照片在表达的就是分化无限，还是需要有法轮背光。我们以前也不知道什么光，我们就觉得没关系，本尊说这个是法轮背光，然后有这个功能，那我们就听下去就对了。好，一样，哇，这张看起来有点模糊，看得到吗？应该可以。好，一样，这张DVD 里面有一样本尊的分身，中间那一个实体，然后其他的比较像复制贴上。好，下一张，这张是真的是一再的不断的被本尊提到，就是本尊的这个第一颗珠啊，这第一颗珠在表达心念口眼。那很多时候，我们很多国外的同道来，或者是包含我们有很多同道也会想要跟本尊求这一颗在法华经里面，法华经提到心念口眼，但是这一颗第一颗珠，这一颗智珠啊，它可以让我们在演境界的时候，它会非常的稳定。有时候，我们在演境界那个广度，或者是这个支撑力，就很难想象。有了这颗珠之后，自然会演什么都很顺畅。但是它的广大，跟玄光光也不是用比较的。但是有了这颗珠，为什么同道，包含那个圣地亚哥来的同道，本尊也认为说，哎，你喜欢这颗珠，给你特别优惠，给他有。然后他回去之后，只要再带动自己，或者是跟他们那一群探讨道的朋友，只要有想到这颗珠，这个境界在带动都特别顺畅。就是法华经心念口眼的境界，就是这个第一颗珠。好。这大家都很熟，琉璃世界这个也不用多讲，就是现在所有的本尊在讲说，柏拉图里面有提到一个金天水晶的天地啊，或者是我们现在讲的就琉璃世界就是这样，极乐世界啊，或者是观无量寿经里面有观宝树、观什么，就是七宝构成的一种天地。好，下一张啊，这张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举身放光，举身放光是外面这一颗透明的像甜甜圈的。如果能够摄受到举身放光的同道，譬如说像赖月尔同道，大家知道吗？举身放光这一颗圆形的透明出去啊，譬如说假设有摄受到的，他可以把这一颗甜甜圈给想出来，然后譬如说包在这台电视，他这样看电视就不见了，他直接一看就看到后面墙壁挂的那个东西，然后把这颗甜甜圈贴在墙上，直接看出去就是外面马路的场景，就是本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举身放光，本尊会顺道带动隐身术，就是这样。这颗透明的，如果把本尊包住，本尊就消失。所以本尊不是有跟对方讲说，你能够看我消失吗？这个时候都是举身放光的功能，只要消失都是要举身放光，只是本尊以前没有特别解释，就这个举身放光这个发出去，包住什么什么就消失，包住什么什么就消失这样子啊。当然，它也许会有更多其他的大用，但是我们目前知道就是这样。而且本尊甚至有说佛身放大光明，其实有时候就是放举身光，就是这样表达出来。好，连续动作这几个大本的也有，就是我们的革新版也有，然后小本的也有，大家看一下，就连续动作，就是这几个都是举身光、举身放光，这几张。好。这两张照片，你可以前后连着看没关系，就先再退回前一张，看起来很不自然的照片。那实际上我听本尊讲说，这个人莫名其妙就冲到本尊面前，然后不知道要这么就是做事，就是往本尊那里冲过去，结果突然莫名其妙，本尊就这样比了一下，结果他就被定住了，然后他就侧身转向本尊，就定在那里就没动了哦。然后下一张。就他跟本尊下跪，就代表他心服口服了。这两张的怎么讲？看图说故事的语言是这样啊，本尊要放的意思也是这样。本尊当时跟我解释，就是说，你看他这个照片很不自然，很奇怪啊，就是因为他被定住了。然后第二张会跟本尊下跪，就代表服了，就这样。哎哦，那你这金叫我刚呼这样子，对吧？好，这个像
相轮背光，对吧？每次都就像马一龙副会长讲的，都很怕讲错。相轮背光，本尊有提到，霍医师有涉及到这一颗，那这一颗的功能是可以把本尊带动东西 copy。那而且相轮背光怎么样认它是相轮背光？认这个光的圆心在脖子，那就叫相轮背光。所以对脖子的喉咙，对啊，就是相就是脖子的意思嘛，项链就是相就脖子，所以你就看这个光的圆心在哪里，是认这个圆心所看出来的。有时候大小会有点落差，但是认这颗光，所以包含无量宝盒的那2张照片也都是相轮背光。那什么叫做 copy？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很多同道可以，我们都会模仿本尊的带动啊，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带动，就跟着这样做。但是有相轮背光，本尊说的是可以把他做的事情 copy 过去，而且可以成。所以当时是本尊是在 DVD 讲啊，就是 copy 嘛。那未来更详细的，我们就留待给本尊介绍。目前就是我们知道的就这个，这最后一张了吗 ？OK， 好，那我今天先简单介绍到这里。好，感恩本尊，谢谢各位。